小伙伴们，你们有多久出门没带现金了？对于年轻人来说，出行、购物、用餐一部手机就搞定了，偶尔1-2次使用现金反倒感觉不适应了。我们享受着互联网飞速发展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有一群人正在被这个科技时代慢慢抛弃。他们不会用智能手机、智能家电，不会线上支付、打车、挂号、订票，生活了60-70年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却越来越陌生。2018年9月，黑龙江鸡西67岁的谢大爷在超市买葡萄，结账时却被收银员告知不收现金，大爷自然非常生气，对收银员说：“我们拿的是人民币，不是假币，欺负老头不会用微信啊！”一怒之下将葡萄拿走，与保安发生冲突。2020年8月，哈尔滨一位白发老人乘公交车，因没有手机支付无法扫健康码，被司机拒载，老人没有办法不愿下车，还遭到其他乘客的谴责。2020年10月，四川某医院取消了现场挂号服务，改由手机预约。当日在医院窗口，很多前来排队的老人未能挂上号，一位老人情绪激动，大喊道：“你们不能把我们拒之门外！” 2020年11月，湖北宜昌一位94岁的老人冒着雨来社保局交医保，但因只有现金而被拒绝。工作人员告诉他，不收现金，要么让亲戚来，要么在手机上支付。面对这样的要求，老人独自在窗口不知所措。这个视频一度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和热议。互联网的发展伴随着准入门槛的提高，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极快，但老年人不一样，他们不但没有享受到互联网时代的红利，反而被互联网的发展影响到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他们不像年轻人一样在出行、购物、娱乐、社交上有很高的需求，但就是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变得难以满足。你很难想象他们在被工作人员拒绝时的那种无助和失望，而周围的人往往也很少会主动提供帮助，更甚者可能会投来鄙夷的目光。我们有多便捷，他们就有多艰难。前一段微博上有个事儿，看了之后令人生气，不吐不快。有位网友去买东西，碰到一位摆摊的老太太，网友想要扫码支付的时候，老人问他是否有现金。网友疑惑，明明有二维码，为什么不能扫呢？老太太告诉他，自己不会弄手机支付，二维码是儿媳妇的，收到的钱也都到了儿媳妇账上，不会给她，自己摆一天的摊也只是勉强够吃饭的。言语中充满了委屈和无奈，但网友也确实没有现金，同情之余却无法提供帮助。评论区网友义愤填膺，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不孝子女，老太太仅有的微薄收入也要榨干。也有网友提议，出门多少带点现金，方便自己也为方便他人。无现金时代已经让老人举步维艰，他们最亲的人竟然还居心叵测，想要榨取最后的劳动价值。而不懂二维码收款的老人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子女的不孝，还有外人的恶意。有网友分享了另外一件事，某个老大爷卖烤红薯，一个年轻人买完后对着二维码象征性的扫了一下，但实际并没有付款，还对老大爷说付过了，等下就到账了，然后匆匆离开。人性的丑恶在对待弱者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老人正在被社会欺负的案例不只存在于新闻和网络里，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相信每位小伙伴都遇到过，只是我们没有想要慢下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就拿我自己来说，家里的智能电视，爸妈一直没有学会看新闻联播和戏曲节目，每次都需要我给他们改好，但如果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基本就不会去看电视了。之前给我爸买的智能手机，刚开始他不会打开手机 WiFi， 交话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一直在用流量，还有一些账号密码，每次申请的时候提醒他们要记好，但很多次登录的时候还要重新修改密码。我们原以为给家里添置了智能电视、洗碗机、扫地机，他们就可以解放双手，清闲一点，享受一下生活。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很大改善，一是由于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难以改变，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们没有教，他们不会用。不是老年人不想改变，他们非常好学，渴望接受新的东西，也担心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学习能力很明显不如年轻人。很多老年人听力视力下降，记忆力变差，而智能设备的交互界面和操作方式也并不友好。另外，由于一些电子产品价格偏高，老年人很容易对他们产生焦虑感，担心弄坏而不敢使用。有多少老人正面临这种困境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54 亿，占总人口的 18.1%。而根据 CNNIC 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为 9.04 亿，60岁以上的网民比例仅为 6.7%， 也就是大概6000万人。而剩余近2亿的老年人可能都没有接触过网络，不懂如何使用网络，文化程度限制和年龄因素是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以上3点占非网民不上网原因比例的 86.1%。
如何帮助这些老人跨过技术鸿沟，仅靠你我之力显然难以奏效。但好在各方单位都在努力想办法。2020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针对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遇到的种种痛点难点，提出了一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首当其冲就是部分商家不收现金的问题。方案规定，保留传统金融服务方式，加大对拒收现金等歧视行为的整改整治力度。对于不会用健康码影响疫情防疫的问题，方案规定各地不得将健康码作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证。对于老年人等群体，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件登记、持纸质证明通行等替代措施。对于不会网络挂号就医难的问题，方案规定，医疗机构要完善电话、网络、现场等多种预约挂号方式，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保留人工服务窗口。实施方案涵盖了老年人出行、消费、就医、政务等各方面基础需求，力求让每一位老人跟上时代的脚步。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按如今的发展速度，30年后，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打车、用餐、购物，可能也会遭到年轻人的嘲笑和鄙视。不管什么时候，只有打破了年龄与科技之间的鸿沟，不分老幼，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科技的便捷，才是真正的便捷。互联网不会等任何一个人，但我们可以。给小伙伴们做完这期视频，我就去银行取点现金，每天出门都带着。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一位名叫明希豪森的德国男爵正骑着马走在乡间小路上，突然他的马踩进了一片沼泽里，慢慢下沉。男爵环顾四周，视野范围内一个人都没有，身边也没有能踩的石头或者能抓的树枝。他的马似乎也预知到自己获救无望，拼命地发出嘶叫。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男爵脑袋上出现了一个灯泡，突然出现了一个主意，然后他居然抓住自己的头发，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从泥潭里拉了出来，还顺便救了他那匹可怜的马。当然，大家不要在家里揪自己的头发，否则谁也压不住牛顿的棺材板。而男爵之所以能自己提自己，可能是因为那个年代牛顿还没有出生。不过，这个看起来有点荒诞的传说引发了哲学家们的兴趣，他们从中提炼了明希豪森三种困境，用来描述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分别是无限倒退、循环论证和独断论。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无限倒退。在明希豪森的故事里，如果我们有机会当面问他是如何把自己拉出来的，他可能会说他有足够的力量。如果我们问他是如何获得这种力量的，他可能又会说他经常锻炼身体。然后我们继续追问他是如何进行锻炼的，他可能会说他有良好的饮食习惯和作息时间。我们可以一直问下去，陷入一个无限倒退的循环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当我们试图证明一个观点时，我们可能会引用一些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又需要其他证据来支持，如此循环往复，没有尽头。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们也常常面临着无限倒退的挑战。例如，当研究生命的起源时，如果我们问生命是如何从无机物中产生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无机物是如何形成的。而这个问题又引出了宇宙的起源。这一系列的问题构成了一个无限倒退的链条，使得科学家们必须设定一定的前提假设，才能避免陷入无尽的追问中。有一句话是，科学的尽头是神学。支持这种论调的人还煞有介事地搬出牛顿、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为此说法背书。要首先说明的是，科学本身其实是用一种极为神奇的事情来解释其他事情，才让其他事情不再神奇的。以前的人们认为苹果会落地是很神奇的，是神的力量。后来牛顿说苹果掉在地上是因为万有引力，看似驱灭了这个落地的神。可万有引力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对于小到分子，大到地球都遵循这样同一个定律？这些问题的解释最终追问下去，也只能说是天知道。所以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其实是因为最基本的东西是无法再被解释的。而要避免这种困境，关键在于设立合理的边界，即明确哪些问题是不需要进一步追问的。这通常涉及到设定基础假设，即那些我们认为无需证明或解释的最基本原理。举个例子，当我们讨论地球为什么是圆的，我们可以依据科学观测和理论，如地球的自转和引力作用会使其形成近似球体的形状，也可以引用宇航员的太空观测、地球的卫星图像以及相关的物理定律来支持这个观点，而不是一直追问为什么地球的自转和引力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科学原理已经被广泛接受和验证。
就像从常理来说，明希豪森不可能不借助任何外力就从沼泽中脱困，至少要有个支点才能继续发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能陷入无限追问的泥潭中，否则就掉进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限循环中，丧失了论证的焦点。这就是第二重悖论，循环论证。大家应该听过这样的观点：女人不讲逻辑，讲逻辑的不是真正的女人。类似的还有，好马不吃回头草，因为吃回头草的不是好马。乍听之下，这两句话都完成了逻辑闭环，但听起来还是有点不对，因为这都是循环论证。那什么是循环论证呢？简单来说，就是试图回避论辩过程，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理由，只是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把有待证明的东西绕了一个圈子后，包装成一个不证自明的东西，使之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论证，实际上并没有。引用鲁迅先生在《论辩的魂灵》中对此悖论的揭露：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爱说这种话的人，我们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依然屡见不鲜。爱国有错吗？当然没有，我们都很爱国，但把爱国当作挡箭牌，成为自己施暴的手段，那等在前面的只有法律的制裁。当年的 U 型所，上个月的胡友平女士，都是循环论证这一悖论的牺牲品。循环论证是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它在试图证明一个论点时，却使用了该论点本身作为证据，导致论证无效。在日常交流和理性思考中，我们应该警惕并避免这种逻辑陷阱，通过提供独立的论证和清晰的解释来构建我们的论点，确保论证的逻辑是合理的，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对话和辩论更有意义和建设性。比如有人说某个药物有效，是因为很多人用了都好了，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循环论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寻找独立的论证来支持我们的观点。例如，如果要证明这个药物有效，我们可以进行临床验证，比较使用该药物和使用安慰剂两组患者的病情改善情况。培养批判性思维也是避免循环论证的关键。这意味着我们在提出或者听到一个论点时，都应该问自己，这个观点是否有证据支持，它是否符合逻辑，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自我检查，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陷入逻辑的死循环。现在我们都知道明希豪森的故事是假的，也知道小时候听到的那些童话都不是真的。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晚上一个人上厕所也不会有小鬼趁机钻进你的被窝。但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还是会在圣诞节期待有礼物，或者害怕一个人走夜路时撞见鬼呢？很显然，因为这是家长说的，家长说的那就是权威。这种认死理且不肯改变的思维方式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简单来说，就是指人们在思考和判断问题时，过于依赖某种既定的教条、规则或者权威，而不愿意去思考和验证这些教条的合理性。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会导致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变得片面和僵化，无法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所信奉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并且拒绝接受任何与之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在一些传统观念中，人们可能会认为男孩就应该坚强勇敢，不能哭哭啼啼，女孩就应该温柔贤惠，擅长做家务。这种观念就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体现，它忽略了每个人的个性和特点，将人们强行归入某个固定的模式中。实际上，男孩也有脆弱的时候，女孩也可以有坚强的一面。如果我们一味地遵循这种教条，就会限制人们的发展和自由。在生活中，教条主义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愿选择专业和职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他们可能会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或者我们在上学时总是听到父母还有老师不断劝导你，只有上了好大学，将来才有好工作。这句话在你心里扎下了根儿，变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长辈的话固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将其当作真理全部照抄，那只会让我们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如果我们总是依赖教条来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懒惰，甚至有些愚蠢，只会拿着既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教条主义的危害显而易见，首先它会导致人们的思维僵化，无法接受新的观点和思想，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也无法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其次，当不同的教条主义者相遇时，他们往往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发生争吵甚至冲突。在科学领域，教条主义的危害尤为明显。科学的精髓在于不断质疑和验证，但当科学家过于执着于某个领域或模型，而忽视了新的数据和不同的解释时，科学进步的步伐就会被阻碍。例如19世纪初，许多科学家坚信燃素理论，认为燃烧过程中会释放一种燃素的物质，这个理论在当时被广泛接受。直到达瓦西通过实验发现燃烧实际上是氧气参与的化学反应，才彻底推翻了燃素理论。这个转折也展示了科学如何通过挑战教条推动了知识的进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教条主义呢？
首先，我们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面对各种观点和信息时，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这个观点是否有证据支持，它是否符合逻辑，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释。其次，可以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应该尊重不同的观点和文化，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即使我们不同意别人的观点，我们也应该以理性的方式讨论和交流，而不是强行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最后，借用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一句话：我可以与怀疑、不确定和不知道共存。我认为不知道比拥有可能是错误的答案更有趣。如果我们允许我们进步的时候保持不确定，我们将为其他可能性留下空间。我们不会因为一天的事实、知识和绝对的真理而变得过分热情，但会永远保持不确定性。前几天我的一期视频，富人总说自己靠努力，却从不愿透露为了寻找解决方案，专门去了一趟美国。当发现还有 PayPal 这个东西之后，立马打电话让人着手做支付宝，还发豪言做支付宝时我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2年时间，淘宝网逐渐蚕食eBay 的市场份额，成为国内网购市场的第1名，最终eBay退出中国市场。王兴的著名投资人许昕在一次论坛上揭秘说，美团有一个专门的监控系统，跟踪市场上所有的 APP， 谁的日单量超过1000就拿过来照抄。饿了么就是这样进入了他们的视野。王兴很快下达了公司的战略，那就是抄。这样的战略持续了半年，基本无需什么创新，避开了饿了么的中心城市，美团的外卖业务成功超越了饿了么。一位知乎网友说，王兴靠互联网的红利期，他抄了10几个项目才抄成功，连 logo 都是抄的，从侧面证明了他的无能。其实我不赞成这句话，无能是对结果的判断，不是对过程的判断。从结果来看，王兴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你觉得模仿抄袭是中国互联网独特的环境使然，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外国成功的企业也不乏类似的案例。乔布斯曾经主导过一个致力于制作图形化操作系统电脑的项目，叫做安妮。当时的安妮只是苹果公司的一个小项目，并没有引起乔布斯的重视。但安妮的开发者注意到施乐公司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图形界面系统，他把这事儿告诉了乔布斯，这引起了乔布斯的重视。而乔布斯刚好正在与施乐公司的风险投资部门商讨苹果公司的 B 轮融资问题，于是他就把参观施乐研发中心当作谈判的一个附加条件。当乔布斯带着安妮团队来到施乐参观时，施乐研发中心的负责人并不欢迎他们，
只是展示了一台施乐奥图电脑的几个很有限的应用。乔布斯火了，打电话到施乐风投部门威胁，接着施乐总部来电，要求研发中心展示所有的研究成果。当成果全部展示出来时，苹果一群人惊呆了。乔布斯兴奋地挥舞着胳膊，不停地赞叹。他平静下来之后说，我看到了计算机产业的未来。苹果公司的这次技术盗窃被形容为科技史上最严重的抢劫行为之一。乔布斯在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件事，引用了毕加索的一句话为自己辩解，好的艺术家只是照抄，而伟大的艺术家是窃取灵感。有趣的是，苹果从施乐偷来的技术后来也被比尔盖茨窃取，用在了 Windows 1.0 操作系统上。乔布斯对灵感的窃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种粮食给自己吃，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自己穿的衣服。他们说着别人发明的语言，使用别人发明的数学，我们一直在使用别人的成果，使用人类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来创造，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可以说，没有乔布斯对灵感的抄袭，就没有苹果产品上的创新，更没有苹果公司的辉煌。社会的进步、商业的发展、人们需求的提升，都需要新的东西出现，但在如今存量过剩的环境下，要做到从零到一的创新真的极其困难。马克·伊尔斯在他的《谈抄袭：如何借别人的想法打开市场营销之路》一书中提到，抄袭是创造力的核心。我们为自己有独特的想法、思维和表达方式感到骄傲，因此当我们想到自己抄袭了别人的想法时，我们往往会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不够有创造力。我们敬仰原创，然而事实上，抄袭是我们人类天生的技能，一种能够让我们生存下去的技能。我们抄袭是为了学习、理解、获取社会地位。这一点大佬们的思维是极其相似的。你有好的，我能抄的，在市场上证明能赚钱的，就毫不客气的直接拿来抄用。天下万物可以不为我所有，但皆可为我所用。回到我们自己，我觉得想要在某一领域做出成绩，先不要绞尽脑汁去想如何创新和颠覆。大佬们的思维和资源是普通人远不能及的，他们尚且去模仿别人好的地方，我们为何不可能？其次，也不建议闭门造车式的勤奋和坚持。你敢每天熬夜到凌晨2点，别人就敢爆肝到天亮。有句话说得好，如果靠勤劳就能致富，那世界首富应该是一头驴。星河的一个大学同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为找到更好的工作做准备，因其家里有一些底子，所以他选择创业，但一直苦于不知如何起步，也没有相对成型的想法。每次跟他聊天，他就说要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一定是别人没有的。当时我还觉得他勇气可嘉，敢于挑战，但后来尝试的几个项目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不得不放弃创业这条路。现在想想，初生牛都不怕虎可以理解，但新的模式和商机哪有这么容易就被想到呢？每个人的思维高度都离不开自己的阅历。作为一个还没有在商业领域摸爬滚打过的学生，怎么可能有这方面的经验和阅历？怎么可能凭空想象出新的商业模式呢？纯粹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往往只是极少数人的权利。另外，也不要觉得模仿别人有失脸面，什么都不做，什么都做不成才有失脸面。复制加改进可能才是最聪明、最便捷的做法。努力勤奋固然重要，但模仿一定是你成功的加速器。一旦你走得比别人快，你的阅历就会比别人丰富，思想就会比别人成熟，眼界就会比别人长远，资源就会比别人充足，就会形成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局面。当你成功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去质疑你成功的方式了。如果真有，那他们的心态可能比你成功的方式更耐人寻味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工作10年，工资涨了8倍，还是没能买起大城市的厕所一间。2012年了 ，iPhone 6s 换了电池，继续等 iOS 12。理发从 Kiyuki 换成了 Tony 王。三里屯早午餐变成自己摘菜做沙拉。今天你消费降级了吗？这组标签来自豆瓣的一个小组。今天消费降级了吗？目前已经20万人加入。出于好奇，我用了一下午时间看小组内的小伙伴们讨论哪些话题。最热的一个帖子有着1600多回复，工作多年还买蛋糕边边吃，就那么丢人吗？有位组员在消费降级过程中用蛋糕店的边角料代替蛋糕，这种一般不会摆在货架上，但价格非常便宜。评论区虽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但大多小伙伴都理解也认同这种行为。另外一个热帖提问，你买了什么在家落灰的物品？出现频率最高的有 Kindle、跑步机、数位板、榨汁机、尤克里里、书、美容仪等。
看来消费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外界的影响，比如营销广告、软文种草或者朋友推荐，但生活习惯并不会完全受这些新东西的影响。刚开始我们可能还会下意识的去用，但热度过后又固态复萌。小组讨论最多的话题基本是下面3类：一、消费降级了哪些东西？提及最多的是口红、衣服、网红、首饰、奶茶、化妆品等。2、消费降级对心理状态的影响。一些人频繁跟自己的消费欲望做斗争，一些人因降级发生了心理变化，当然也有纠结于别人对自己看法的。3、选择消费降级的原因。多数人还是受收入水平的影响，也有一些是因为消费观念的转变。2020年疫情这个黑天鹅也被提及。翻了一下午，我初步认为这里是消费能力有限的年轻人讨论如何省钱过日子的。但是看了组长的帖子后，我发现自己跟很多组员一样，也犯了认知偏差的错误。组长提到，建立小组的意义是想讨论消费降级这件事本身，什么是消费降级，什么导致了消费降级，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要怎样消费，而不是刻意的炫穷。所以什么是消费降级，值得我们重新思考。MBA 智库的解释较为准确，消费降级不是消费升级的对立，而是延伸，不是一方降级另一方升级，而是升级之后回归理性和成熟。消费行为从原来受品牌广告的影响，转变为自身需求、商品品质、服务体验等，也就是我们开始为商品本身买单，而不是为溢价买单。所以关于消费降级容易被误解的结就解开了。一、消费降级降的是价格而不是品质。消费降级重点强调的是对价格的要求，即便一个商品品牌大、调性高、体验好、新奇特，消费者也不会花那么多钱来购买。也就是说，消费者既不会被高昂的价格绑架，也不会为商品多出来的溢价交智商税，因为消费者变成熟了、理性了，不再是人傻钱多。相比于盲目购买、跟风购买、冲动购买，越来越多人更倾向于理性购买。2、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不矛盾。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的区别在于对价格的容忍度上，而对商品品质的追求是一致的。不同的价格区间上，一样存在高性价比的同一类商品，消费者会在适合自己的价格段里选择性价比高的商品。另外，消费降级还是消费升级的延伸。有一些收入不低的消费者，在经历了收入飙升和物质极度丰富之后，他们对大部分商品的态度转变为少而精，有点像日本的低欲望社会。所以如果你觉得消费降级就是穷人为了省钱过日子，或者担心因消费降级被别人看不起，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个人觉得是需要的，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一、消费降级让我们理性对待商家传递的扭曲消费观。星河之前一期视频
刚需上。我们拿衣服举例，因为是穿在外面给别人看的，所以有很高的溢价空间。几百块看的是质量，几千块看的是品牌，几万块看的是稀缺性。但如果回归本质，我们就会觉得衣服干净整洁、大方得体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对于非必需品可有可无，我们要考虑自己真正的需求，而不是看广告、看别人也在买而冲动消费。对于必需品，可多可少，可繁可简。我们要思考物品的本质作用，而不是被别人的看法左右自己的选择。小伙伴们觉得呢？你们会消费降级哪些物品呢？我觉得降级2个字对这个词形容有些不妥，总会让人感觉自己在走下坡路，多少有些排斥。但它其实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让我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惧世俗，保持理性，回归真我。最后引用一句一代宗师里的一句话：人活一世，有的人活成了面子，有的人活成了里子。小伙伴们，哪一种才是你想要的样子呢？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